风味人间甄选啤酒，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轻松洁净健康美的清净新厨房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古法花生油赞助播出。有人寻味而来，有人知难而退。杂碎、肉食边角料，抚慰过节俭岁月，又在富足时光成为不舍的追忆。凭借大开大合的风味，剑走偏锋的口感，从谦卑低调一路翻滚逆袭，终于乾坤颠倒，从尘埃里开出一朵朵异香的花来。大地的山谷里，不断升起的是生活的渴望。8月雨季，吕宋岛阴晴不定。迪索是阿埃塔人，属于菲律宾古老的原住民。大山阻隔，使传统生活方式完整保留。依山势开拓出小块耕地，甘薯对地力要求不高，是重要的主食。家禽和家畜零星散养，是最主要的肉食来源。但对迪索一家来说，只有某些特殊时刻才能尽享肉食之欢。今天是迪索的16岁生日，一场隆重仪式即将开始。阿埃塔人曾以游猎为生，肉类能提供大量蛋白质和能量，备受人们推崇。猪肩肉被认为是猪身上最强壮的肌肉。长者把它递给迪索，希望他获得力量和勇气。的肉都能带来美味。
不同部位剁碎，用盐调和，再加上来自丛林的卡里邦邦树叶，酸爽生津。丰盈的油脂、肉末的鲜香与卡里邦邦独特的酸味相融，造就菲律宾极具本地特色的菜式西西格。这是令人难忘的一餐。特别是对迪索，美食之中藏着更多滋味。人类祖先长期靠植物为生，肉食一向珍贵难得。对肉的无差别热爱，在阿埃塔人的饮食中还能看到。物尽其用，是他们对食物最大的敬意。菲律宾的都市里也能找到进阶版的西西格，不过人们更多把它当成地域特色鲜明的杂碎菜品。跟整齐排列的骨骼肌不同，头尾、蹄爪和内脏这些肉食边角料被称为杂碎，名称不雅，外观另类乃至离奇，但它们营养丰富，有独一无二的口感与香气。从乡村到城市，杂碎不仅是区分人群的暗号，更是本土食客的执着。每天早上5点，杨昌志的小店准时开门。十字路口，3家饭馆向客人供应同一种早餐。新鲜猪大肠送到，用盐、醋、白酒反复揉洗，去除不友好的气味。江油人对肥肠的严苛要求，使洗肥肠成为一门职业。大肠脂肪囤积充裕，由此得名肥肠。它质地紧实、柔滑而富有弹性。有人因为它部位特殊，望而生畏，但更多勇于尝试的食客为它的肥美倾倒。这下子这道工序都对了，干净又卫生。曾经声名显赫的川北小城，历史已成茶盏中的涟漪，而肥肠则每天在江油人口中掀起波澜。这里是中国肥肠店最密集的地方，也有对肥肠最挑剔的食客。不仅江油，肥肠在四川全境自带主角光环，出镜率奇高。四川人善用香料，以味治味，把气息浓烈的肥肠
调教的活色生香。专业川菜厨师对肥肠也不敢怠慢，经他们施以妙手，原本颜值平平的肥肠，竟然出挑的曼妙生姿。来，张桌子过来，帅哥来了，领导来了，一碗菜一碗饭，找过来，你拿张盘来，拿大的，我鱼子，一个在不在，一个上不上，我过来拿张盘来。在江油人看来，肥肠红烧才是王道，这也是杨昌志的看家手艺。那个烧得很，哎，有嫩起，青蛙也嫩起嘛。你的是这个啊？好样的，好样的，一整板。坐一位置啊。50米内3家同行，是相熟的邻里，也是买卖对手。讲究汤汁洪亮不浊，肥肠软滑顺弹，搭配主食，脂肪和碳水在口腔中携手，左冲右突，把果腹变成享受。肥肠王汤吃了只心慌，不吃饿茫茫。又是。你穿那个西服穿得来起来。老杨靠一副边角料，在门店如林的江油安身立命。客人的挑剔，同道的激励，加上主人的用心，原本微不足道的食物，竟赢得2月的锡林郭勒草原，冰雪覆盖。乌日汉家里有300头羊，他要确保羊群安全度过寒冬。当地特产苏尼特羊，3万亩牧场，羊群自由觅食。种类多样的牧草使羊能积累更多风味物质。乌日汉忙于照料新生羊羔，这是牧民1年辛劳的开始，关乎全家的生计。羊肉是牧民最佳的能量来源。
羊杂很少拿来招待客人，却是自家独享的美味。每个部位质感独特，从嗅觉到味觉，一路刺激着人们的食欲。羊肝需趁新鲜食用，裹上网油炙烤，融化的油脂不停灼烫，羊肝受热，转化出鲜甜滋味和迷人焦香。相比蒸煮，油包肝平添更多甘美和肥余。9000公里之外的北非，食用方法如出一辙。羊肝经过预烤，加辣椒和盐码味，一样裹上网油，做成经典的阿拉伯式烤串。虽然远隔万里，人们却心有灵犀。吃上油包肝，宰生节就到了。菲斯，躲藏在时间中的魔法迷宫，摩洛哥最古老的皇城。畜牧业发达，羊是摩洛哥人重要的肉类食物。宰生节是当地隆重的节日，地位相当于中国春节，家家户户买羊庆祝。3天之内，摩洛哥要消耗数百万只羊。伊曼要提前采购孜然和辣椒。摩洛哥是香料之路从北非进入欧洲的最后一站，香料是当地烹饪的精髓。都有处理杂碎的服务。欢愉的烟火气飘散在整座城市的上空。宰生节，家人围坐一堂，食物的味道才可能完整。羊头肉是宰生节的大菜，撒盐和孜然，少许香料佐味。文火慢蒸，至少5个小时。静候食物熟透，有时候等待也是美味的一部分。羊头
灵活运动的小块肌群丰富，质感多样。羊骨的中空结构减缓了热量传导，这也是羊头肉鲜嫩多汁的原因。蒸羊头是节日必备菜品，看上去零碎，却让家人的齐聚更加圆满。经过上千年的时光，古城的容颜不曾更改。旧有的食物和生活，仿佛耳边的手鼓，脚下的砖石，在6000多条窄巷里栩栩如生。中国人说食在广州，不仅意味眼花缭乱的珍馐美馔，也特指这些烟火升腾的街头小食。一个个不起眼的摊档，可能就是众多同好的秘密据点。牛杂桀骜难驯，只有老道的手法，加上十足的心地，才能收获它的款款风韵。浓香入味，脆韧弹糯交响。无独有偶，欧洲传统美食之都里昂，内脏也被众多餐厅用来制作菜肴，当地人称妈妈菜。对于资深食客而言，仅有小肠最难将息，单凭大肠也难释怀，唯有大小肠嵌套齐发，才是平息怨念的毒物。食物繁盛之地，人们看待美食往往眼光独到。在附近很少有卖得比我多，他们很难跟我竞争。真正做到有这个品质的很少。我也不敢说比别人快，就是我比别人勤快。张泽峰的自信源于他15年的从业经历。潮汕街头这样的卤鹅档比比皆是，小店每天大约要制作20只卤鹅。中秋节来临，这个数字要乘以3，小两口必须通宵加班。除了鹅肉，本地人更加热爱一种内脏。鹅肝异常肥厚柔嫩，潮汕人称之为粉肝。这是肉品中的极致。粉肝的脂肪含量超过50%，口感丰腴细腻，香温玉软。在法国，人们烹饪鹅肝的历史已有500年。一副上好的鹅肝，可以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昂贵的食材之一。超过35摄氏度，
鹅肝开始融化，在口腔温度的作用下，它将迅速化为半流质。鲜美醇香的滋味在口舌漫溢，惊喜猝不及防。回到潮汕，无论日常还是重大节庆，卤鹅都不可或缺。这个美食传统极其厚重的地区，想安身立足，必须有过硬的手艺和一流的食材。狮头鹅是中国最大鹅种，体重甚至接近20公斤。相比嫩鹅，超过3年的老鹅，口感打了不少折扣，价格却要高出许多。这种大鹅，恰恰是张泽峰着意挑选的目标。张泽峰少年入行，没受过系统训练，10几年埋头摸索，误打误撞，竟学到了一种顶级食材烹饪的精妙。秘诀在于缩小表皮与中心的温差，每隔半小时将鹅挂起，鹅膛内余温向外扩散，外加热卤反复交淋，内外平衡，7小时卤制完成。在潮汕人看来，老鹅精华几乎全部上了头，那种肉感让人喜出望外。紧致的纤维，肥厚的胶质，在撕咬和咀嚼间快意往来，满足对胶原蛋白的终极幻想。再面，这垃圾袋，我热死又多了。这只啊，这只，这哎，嗰個啊，菜乾膠。拜拜。中秋当日，不到中午，卤鹅销售一空。夫妻俩终于能歇下来，与家人团聚。英雄不问来处，美味不论尊卑。有些食物，其貌不扬，出身平凡，却也可能峰回路转，等来绚烂时刻。离开陆地，海洋让人们的食物更加丰饶。2月，太平洋西北部，一些深海栖息的鱼被饵料吸引，升至上层。只有这个季节，渔民才有机会捕到一种特殊渔获——雌性安康鱼，生性贪婪，是深海杀手。
安康鱼周身软滑，无意在案板上切割。风间浦的人们用吊切手法进行处理。雌性安康鱼食量惊人，生就一副巨大肥厚的肝脏，约占体重的1/4。清酒淋泡去腥，少量盐调味。蒸熟即可食用，细腻微甜。这是风间浦最常见的做法。安康鱼干常常被比作海底的鹅肝。事实上，安康鱼干更加娇柔软嫩，口感和风味也不逊鹅肝。同样是动物内脏，因为难得和味美，安康鱼干不仅成为食客的期待，也给厨师带来灵感。这是来自海洋的珍馐，汁香持久浓郁。新鲜的安康鱼干1年上市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。浪花灿开，雪又还原成水，把大自然的4季轮回化成盘中餐饭，1年1度，让人感怀。顶级食材终归稀有，另一种食物更加寻常可亲。每年，全世界超过11亿头生猪出栏。在杂碎的榜单上，最平凡但人气超高的，也许正是猪蹄。无论浓油赤酱，还是清汤焖炖，这坨胶质满满的东西，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在意大利，人们对猪蹄有别样的理解。摩德纳是意大利传统农业重镇，猪肉加工产业极度发达。马西莫家的肉食店由父亲创办，如今已经营60多年。在西方餐饮礼仪中，蹄骨不便入口，猪蹄的肌腱、筋节也让人望而却步。但在马西莫的店里，猪蹄却备受欢迎。这种猪蹄需要用特制容器烹煮，跟中国人见惯的猪蹄不同，它看似稀松平常，却早已被偷梁换柱。
刀锋划过，既不能割破表皮，又要完好保留猪蹄4个指节，大骨和蹄筋全部去除，只剩下一副有趣的皮囊。现在，中空的猪蹄将在马西莫手里重获新生。盐、胡椒等调味料混合，比例和用量是家族的配方。猪皮和肉搅碎，猪蹄充当容器，馅料满满灌入。经过这一番脱胎换骨，猪蹄摇身一变，成为摩德纳最负盛名的特产——猪蹄香肉。70摄氏度低温烘烤，猪蹄保持红润色泽，免于失水变硬。虽然当地已有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，但马西莫更习惯父辈传下来的方法。5个小时后，猪蹄香肉告成。馅料的油脂与鲜味，自内向外浸透表层。紧绷的猪皮绑定一束香润缠绵，内在深得香肠真谛，外在更有猪皮加持。这是意大利人的美食智慧。Mangi lo zappone e stai benone。如何用神来之笔点画猪蹄？中国南方小镇有另一个答案。手工酿造黄酒在裘家已传承近100年。68岁的裘兴玉在酒坊劳作半个多世纪，遇到重要环节依然要亲自出马。糯米和麦曲发酵时，搅拌控温透气，俗称开扒，事关酿造品质。好酒需要慢慢酝酿，对待食物，也有些人愿意耐心等待。造化与成就美味的，也许就是时间。裘兴玉和老伴儿在小镇生活大半生，食物的味道亲切如初。小火慢炖数小时，猪蹄富含的胶原蛋白部分融化成黏软的胶质。这只是起点，更令人着迷的风味需要回酒坊找寻。经历3个月冬季发酵，终于迎来榨酒时刻。
并不会被浪费。糟既是调料的称呼，也特指一种食物加工方法。加入食盐，使糟泥增味。虬家的糟泥有10%左右的酒精存留，脂肪、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丰富。团成球状入坛，继续发酵1年以上。酒糟、微生物加上时间和裘兴玉的经验，在坛子里一同酝酿。长江中下游地区用酒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。在上海，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。黄酒、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，吊起过滤，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。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。浸泡猪蹄，蛋白质熟化，冷藏1夜，糟猪蹄玉洁冰清，鲜爽不腻，手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已到来。吊糟的猪蹄只需2天即可享用，而崇仁糟猪蹄则需要漫长的守候。糟泥有1整年的时间从容转化，开坛瞬间酒香弥漫。香糟是决定食物风味的关键。猪蹄简单熟制，滋味完全托付给香糟。用香糟覆盖食物，层层包裹，这是崇仁青睐的干糟。耳鬓厮磨中，猪蹄悄然蜕变。它等来的不仅是厚重酒香，还有发酵产生的清新鲜味。1周后，迎来开坛之时。颤抖的胶质，健硕的蹄筋，红润鲜香的油物表里通透。糟货之味比酒醇厚，比酱清淡，是阅尽沧桑后的淡泊，有自然的带有一种老于世故的深沉回味。糟制手法始于2000多年前，源于节俭与保存食物的初衷，却触发转化的奇思妙想，让平凡的食物余韵悠长。早起早要早自己了，起来了，不行。煎酒灌坛，酒坊结束忙碌，等待下一个冬酿时节的来临。
意大利摩德纳，马西莫用自家的猪蹄香肉招待好友。四川江油，杨昌志盘算着开一家新店。广东潮汕，张泽峰依然固守着小小的斩料档。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，但在烹饪中却从不多余。从厨房到餐桌，他们赢得姓名，完美逆袭。归根结底，在食客心里，世界上没有一块肉可以是一座孤岛。